那位观众他叫做Leo，你说的都对，不过宇宙之大，复杂程度远超人类文字所能形容。对人来说，佛的寿命是长的，好像是无限的，但对佛来说也是有限的。就算修成佛，说不好也会堕落下来。人间是比天人好修，因为难度高，嗯，又在迷的环境更容易迷惑人。你说正道，你以为你在提升，也可能是在走邪道。更何况大多数人根本不修，这是迷的难度，也因为难度高，修出来也快。相反，堕落也容易，有好有不好吧。他是在那个6月6号，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吗？告别娑婆奇迹课程1的这一期留言。就是这个观众感觉，他会去反复的在两个境界跳来跳去，一方面又觉得修行好，一方面又觉得那我修错了路，修错了方向，可能就会就更深入的去堕落在这个世界当中出不去。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很多时候要寻求一些助力吧，就是一些上师他的力量，会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一个捷径。靠我们自己的话，肯定会不断的去在自我的这个层次当中跳来跳去，有的时候清醒一些，有的时候又被抓到了这个世界当中。因为小我的它这一套体系是非常有效而有力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小我的这一套障眼法呀，有很多的比喻，很多的对抗方法，包括佛学佛经其实一直都在讲怎么样去破迷，破解这些我们在一个障碍当中业障的这种因果的这种执迷不悟的状态吧。因为太复杂了，小我层面的东西太复杂了，还有很多的障眼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上次提到了，就是小我最厉害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用他的这个像魔术师一样的方法。上次说那魔术师通用的伎俩是怎么样去变魔术啊？就是去转移注意力。所以我们从出生到肉体的结束，我们被这个剧本被安排了无数的事情去让我们忙碌，从生下来开始1秒钟都不停，让我们去围着这个身体不停的去打转。那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烟雾弹，这是一个障眼法，就是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跟身体有关的这些事物上，那我们就无暇去顾及我们心灵的这种本质性的真相性的一种存在。也就是说，小我利用身体让我们完全的误认为我们就是一具身体，而忽略了心灵的存在和重要性。那你这一生接着下一生永远如此。所以说，如果说没有上师的或者说前行者的这种力量，我们光靠自己的话是很难不退转的，可能修着修着就掉下去了，修着修着掉下去了。也就是说，佛法这个东西它真的就像是那种他自己说的武则天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吧。可能整个宇宙当中这个东西都是很珍贵很珍惜的，既然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就应该好好的把握住，把它看成是超越于世间的其他的事物的重要性。那首先我们从态度上去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地位，那它对我们的影响也会是最大的去放大。如果说我们只是就认为佛学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环而已，一个可能说很重要，但是并没有不比其他的理论更重要，那我觉得这个就丧失了它这颗救命稻草的这个应有的力量了。因为按照佛学理论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一个着了火的房子当中的众生，实际是非常可怜，也是非常急切的需要被拯救的这样一个一些很就是完全迷失了自我，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一些众生，然后天天围绕着身体去打转，实际上到头来是一场空的。因为身体
能带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短暂和虚妄的体验。就像稻盛和夫说的那样，他认为人最终极的生命的意义是灵魂的提升，而不是身体能够去比较的。因为身体你再去修它，你再去完善它，它最终都是要灭亡的。这个终极的真相就是身体一定会变成一场空，身体连带着宇宙层次的物质世界也是一场空。所以说你去修它，是最终是什么都得不到的，这个就是最高的智慧。对，所以就是像我们物质世界的这些东西只是一场梦嘛，灵魂才是灵魂与爱是更加真实。是的，所以在同一期视频里面呢，有一位叫做安大业的观众，当然他也经常给我们留言他说可惜不究竟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请问哪几点不究竟，我们可以沟通讨论嘛？对，然后他就说嘛，他说开悟觉醒是从梦中醒来，一切相都在梦里，都是虚幻，神、宇宙、轮回、业力，最终也诸法无我。大脑的思辨不能开悟，只有空性相应方可到达。心死道生，然后他也说了，他说提起觉知，分离出小我这个躯壳的保姆，觉知是用第三视角看着小我的起心动念，放下小我的一切认知、定义和概念。他前面讲的是真相，后面讲的是一个法门。就是宇宙和世界是一场梦，是虚幻的，这个是终极真相。然后他后面用的这种观察法呀，是一个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关心究竟的成佛之道，是什么样的？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一切是建立在一切宇宙的物质实相都是梦境，都是虚幻的这一个前提之下，然后你再去修真宽恕啊，或者修禅定啊、无念啊、无我呀，这些就都是具体的一些方法了，善巧的方法。但是所有的前提都是在宇宙是梦境，是不存在的，是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如果说没有这个前提，就是像这位网友说的那样，那你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大梦当中去修梦中的东西，你是出不去的。所以说奇迹课程告别娑婆的上师他强调，昨天我还在听，还在强调，我就每一次都在加深我自己的概念。他在说一切的前提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世界首先是一场梦，这个是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修其他的你都是修不出去的。对，所以就是对，我觉得你们说的都非常的有深度然后现在就是还剩下最后一条问 Kevin 的留言了，后面我们就过渡到 Neil 的视频里面来。对，然后这最后一条留言是来自于一位就是大写的 M 这一位网友，他说喜欢 Kevin 的分享，有深度也有温度，感谢。然后有2个爱心的表情。谢谢这位网友。对，然后Neil 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想聊的，就是你感觉比较特别的一些评论？评论有很多，现在我没打开这个文档。没关系，我打开了。你打开了，我看不到。我可以读出来，还是说我给你发过来呢？不用，就是我先讲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吧。可以。对，就是我想强调一下，就是在学佛或者说修道这些修行圈子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邪道。就像我们新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那种恐怖袭击事件嘛，就比如说汽车炸弹或者说911这种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为了他们心中的圣战，为了他们心中的天国，去干非常
极端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深入的去了解他们，你会发现他们都陷入到一个相同的模式中去了，就是他们所信的宗教给他们灌输的内容是他们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里面，然后呢，他们的唯一出口就是用他们的行动去牺牲，这样他们才能进入天国。就是类似于把一个人完全把他的所有路都给堵死了，就只给他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天国。而去到天国的唯一路径就是身上绑上炸弹，或者驾驶上飞机去炸死很多的敌对势力，或者他们眼中的敌对势力。这种事情就是从古到今发生了很多，就包括那种宗教大屠杀，历史上数不胜数。就是修行一定要有分辨能力，不要完全跟着某一个人或者跟着某一个信仰走。就是你到每一个阶段，你都会有新的课题，新的课题它有更高的难度，它需要你更强的辨识能力，还有更强的实践，更多的去功课需要去做，就是它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很多人他可能他信一个教，或者说是相信某个东西，他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轻松，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相当于把自己的所有权利都让渡给别人，那么你最后造成的所有后果，那都是不可预知的。你懂吧？就是真正的修行，就是你是自己在修行，不管是老师还是这个团体，你只是借助他们去辅助你的修行。就是首先是以你为中心的，就是不是以某一个上师或者以某一个团体为核心的，你懂吧？就不要盲目的个人崇拜。对，不要个人崇拜，然后不要让别人给你设计了一套洗脑话术之后进入到一个死胡同里边了。这样的话，其实你会非常的被动，然后你做的很多事情在外人的眼里看起来就完全像一个机器，就类似于那些恐怖分子一样，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完全不在意他们自身的一切，就是他也不考虑他做事情有什么因果，到底有没有逻辑，他完全不考虑。他考虑的只是我待在这个地方好痛苦呀，我得赶紧绑上个炸弹，然后毁灭掉，把我的任务给完成了之后，这样就能去天国享受那些幸福快乐的日子了。世界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没有辨识能力，一个没有精神力的人，他在哪儿都不可能去天国的，你懂吧？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它是非常诡计多端的，就是在玄学圈也是，就是在玄学界也是，就是玄学圈有很多那种不好的灵体或者坏的灵体，他们会引诱你去到很多地方，那些地方不一定是你想去的地方，但是就类似于诈骗一样嘛，就是最终你是要有自己的定力，然后你自己明确你自己要去哪儿，就类似于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不要听那些陌生人给你的招呼，或者说他给你上来就给你先说一大堆，然后把你给套住了，忽悠住了。重要是你自己，你一开始设定好的路线，你自己的安排，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人生也是这样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权利和责任都全部给抛得一干二净了，这样你就变成一个机器人了，你的人生毫无意义，你的修行也到不了终点。对，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什么汽车炸弹啊，那些就是可能是一些少数很极端的一些伊斯兰教，就是穆斯林他们去干的一些事儿。后来我去反思嘛，我去跟有一些信伊斯兰教的一些人来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确实想法就是他有那种
比较深入的那种二元对立。他会觉得就是像《古兰经》，或者说他从小被教导的有些思想，比如说不吃猪肉，他觉得那就是至高无上最正确的。然后呢，其他的我想补充啊，或者我想分享一些，就是一些辅助的一些观点。他说只要跟那个没有到70%-80%相似的话，他就觉得你这是绝对的错误的啊。但是我也同时也认识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就是平和，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些穆斯林。那样就是有些阿拉伯的一些朋友也是很无私的来帮我，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还认识有一位朋友嘛，他是他也是一位西方人，但是他学韩语嘛，然后他说他研究了，就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他会觉得就是最后还是就是他认为的观点，佛教相对于温和。为什么？就是因为其他很多宗教都是说我们要跟着一些团体，跟着一些团体来修，但是佛教它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通过佛经，就像 Kevin 这样子，就是通过就是一些书，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些悟道来修，而不是说跟着哪位大和尚，跟着哪位高僧来去修行的，就是说。修行永远都是自己的事情，不要把自己全托付给某一个教或者说某一个人。对，就是对，所以我就是有一个就是 Neil 说的问题，我想问 Kevin，就是之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嘛，我也是非常的那种，就是跟 Neil 的这种观念接近，包括克莱克他在他那一期里面他也说到，他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会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对人不同程度的操控，都是对人的就是或多或少的精神控制。但是直到他后来接触到了有些宗教界的人士，就比如说像那一位就是说在上海的那位学印度教的一位女生吧，然后说她一开始的时候她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相当于非常的要强，她那个就是而且跟他那个家庭会有一些矛盾嘛，但是后来呢，他通过去学印度教，然后就是接触到有一些上师是活着的，现实生活中的上师啊，然后就说他要完成一些什么灌顶啊一些仪式的时候，你必须得非常虔诚的去来就是相当于来跟着上师尊崇这些东西，然后呢，他恰恰就是让渡了这些权利，然后让他就是克服了内心的一种小我，然后后面的话他就没有原来那么愤怒了，没有那么愤怒了。所以我就想问他们关于就是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观点，就是宗教它是不是对人的就是某种程度的操控或者精神控制呢？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取决于角度，而且是一定要就去糟粕找那个好的东西自己去吸收。不要去强调某一个宗教的不好，或者说形式上的不好。因为我刚才在想，其实所有的宗教我们都可以当成一种形式，当成一种学校。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说哪一个学校不好，再不好的学校都有考出清北的学生，再不好的学校都有拔尖的学生。所以说这个不是学校的问题，这个是学生自己的问题。只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比较较真儿的，就是一些可能理念性的东西，一些爱与恨的一些这种东西，你只能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然后进行深化。不能说就比如说吧，基督教和佛教实际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都是很好的学校，那其实都是最后让大家变得放下分别，放下仇恨，爱邻如己嘛，对不对？都是好的东西。那如果说自己学歪了，然后导致分裂的这种心理是很强大的，然后不停的在指责别人，其实这个就是没有达到他的这个创立的初衷吧。因为宗教其实本质上应该来说是让人类去变得更团结的，更有爱的，破除仇恨分别心的。但是如果说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学的话，只是说学生自己的一些问题比较严重，那这些宗教没有帮助到他。因为比如说基督教有很多的教义，大家感觉是很有束缚性，很操控性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自己是有分辨性的。我们可以去只学那个好的部分，你接受的那个部分。那些不好的部分，他去排斥一些或者歧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忽略到就可以了嘛。就像是一个老师，他给你讲话，他教导你，他10句话当中可能有9句是正确的，有1句是可能不太好，或者是比较有批判性的，那我们就去学那9句的精华就可以了。所以说形式是不限的，你信一个宗教也好，你学某一种法门也好，或者我之前讲过，你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学也是可以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没有区别的。有一种人他是自悟成佛的，他是自悟觉醒的，他可能就在深山老林当中打坐，孤独的生活不能说是孤独，就是独自一个人去感受大自然呐，与世界的这种连接呀，或者说通过洗衣服做饭也能达到某一种定力境界，达到心中无念的这种状态，都是可以提升自我的。所以说形式不限，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或者说你的感受是唯一的能够去衡量这一切的标准。你的感受是不是变得更好了，更平和了，更有爱了不去对立，不去仇恨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指标。还是说遵从本心吧。对，因为像之前 Neil 他说，就这个世界它是千变万化的嘛，有的时候就善恶它是互相伪装的，你在当下的那一刻你很难分辨出来。但是呢，有一个万能的钥匙，就是像凯文说的，我们遵从本心，就是看自己的感受，就是然后你要首先知道哪一个是你的本心。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那这都是我呀，那很疯狂的一面，很仇视很对立的那一面也是我呀。那其实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那个部分的我并不是真实的我。虽然说我现在是有这一面的这个层面的，但是那一面的东西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或者说我真正想去能给我带来幸福快乐的那一面吧。所以说我觉得奇迹课程的这个理论，它在我这儿它是解释得通的，因为它是让我去化解掉阻碍我去体验幸福和快乐的和平和的那些东西的因为它强调小我这个东西会时不时的冒出来，会去打乱你心灵的这种幸福感、平安感、稳定感。所以说我是实实在在体验到了他说的那些东西与我的感受是一致的。所以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基督教的用词，他会觉得它是有不适性或者说没有同感、没有共鸣，那就是学习其他的法门嘛，对吧？就是很多的法门都是可以的，不要去比较任何法门之间的这种差距，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我就之前想到过一个比方，就是像减肥一样，你运动也好，节食也好，或者断食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减肥。所以说方法的话，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对，所以包括练气功的话，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观众他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他是很迷信，他是有神论的人嘛。就像我们在就是我的第一次出题体验，原来真的有灵魂的存在，人可不可以改命？就是我们是在5月4号发表的那一期里面，有一位叫做 Vivian 的这位大姐，她说我自己练习气功多年，偶尔能看到灵魂，还有故去的人回来找我帮忙的事儿。前几天我让11岁的儿子跟我一起练气功，结果他20秒就能感受到能量像电流一样在身体里巡绕。20分钟以后，他说自己可以控制这股能量。第二天，我们跟着油管一个瑞士人的频道一起练习可视人体光环，你也是半分钟就能够看到光环，还指出我身体3个部位的灰色地方，那正是我慢性病的地方。我让他去看爸爸的光环，结果同样指出了爸爸身体有恙的地方。这些也是我根据中医知识一直猜测他大概生病的地方。我让他看我家的猫，
他说猫咪的光环是很漂亮的白色，证明猫咪很健康。我去学校还看了一直体弱多病的好朋友的光环，可是我自己练习气功冥想这么久，根本看不到人体的光环，有些郁闷。我这几天也在坚持练习。他的这些经历肯定都是真实的，就是一听的话，跟我了解到的都挺符合的，就是他肯定是真实的体验，不是虚构的，或者说是捏造的。就是你通过哪一些细节你来判断，就是一个人他说的那些分享是真实的？这个不是从他的言语来判断的，就是从我自身的经历来判断的。就是我自己也就是有研究过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也体会到了一些，然后我觉得他讲的东西跟我体会到的东西、研究的东西是一致的，我就觉得他应该是真实体验到了这些东西，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的契合嘛。那你就是研究的那些体验、那些经历，有类似的相关的能分享一下吗？光环法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嘛，就是专门练怎么看人的光环。就是人的身体它其实有很多层的结构嘛，就是可能有10多层，也可能7、8层，就是它每一层的光环颜色都是有区别的，都有各自有特点的，就是每个人能看到的层次不同吧，有的人可能只能看到第1层或第2层的光环，有的人可能能看到7、8层，甚至10多层，就是这个可能跟那个就是松果体的开发程度有关系吧，我觉得。对，那你看我的光环是什么颜色的？我看不到你啊。是必须得面对面才能够看得到吗？面对面，对，或者照片的话，我感觉看不太到，但是有一个技术叫做什么来着？就是好像是不是遥视，就是一个专门拍人体光环的一个技术，叫什么相机来着？你可以搜一下，就是拍人体光环的相机。那光环一般有哪些颜色呀？就是它什么样的光环能够说明什么？我自己能看到的光环就是最里边那一层，第1层的白色光环，它离人体比较近，就是可能只有1厘米之内的那种距离，然后它往外的话，它有好多层，就是有蓝色的，有彩色的，也有那种就是像蛋一样的那种圆球形状的，也有那种放射性的，就是有好多层次的光环，就是这是一个比较专门的法门嘛，就是很多人，如果你不专门修这个，或者你的松果体的开发程度不够，你是看不到这些的。就是像那些古代那些中医的话，他们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直接看人体的光环啊，或者他们可能可以直接看到经脉的流动。哇，对，对，你一说那个经脉的流动啊，我那几天又出体了，然后前天晚上，哇，那不是100%出体，就是睡觉的时候，反正那天很累嘛，然后后来就突然就感觉，怎么我这个天灵盖这儿有种电流感，酥酥麻麻，很爽。突然一下子听到我房间那个塑料袋响了一下，当然这个我后面要说，是它其实就是因为我那个就是挂在门后面有一个那个贴的那个挂毛巾的一个钩子嘛，然后那个钩子的粘胶松了，掉下来了。但是我睡觉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想我天哪，是不是有鬼啊？然后后来我就想，哇，我是不是要出体的？我要马上出体的。然后后来我听到我隔壁室友他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就在想，我要穿越过去看一下，但是又没有穿越过去。好，然后这个时候我突然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景象，就是我在一个黑色的山谷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梦
这段时间都是那种夜晚的状态，然后夜晚的话你大部分的环境都是黑白的嘛。好，然后就是在一个夜晚的一个山谷里面，然后呢，我在相当于一个半山腰上头，我可以往下看，看到下面山谷上下面有一些小镇，然后那些小镇上面的那些霓虹灯啊，就是色彩斑斓的，然后很有那种未来感，很有那种就是那种赛博朋克的那种未来感，但是光晕特别的柔和。对，然后后面我再想起来，我下次再说。对你，我那一天我是出题到了3.5维嘛。你是说上次你讲的那个吗？我说这一次就是我感觉到天灵盖尔电流有一种酥酥麻麻的那种，很舒服。然后后来就看到了那个山谷，就是这个景象，这算是出题吗？还是算？如果你有电流感的话，就是出题。就是出题的话，它就是你的灵魂的一部分离开身体嘛。就是我们每天做梦都会出题，只是看你的意识能不能清醒。就是很多人做梦他是意识不清醒的，就是你如果是清醒的，那就算出题成功了。出题成功的标志是看你意识是否清醒，就是如果你只是在做梦的话，你是梦醒了之后意识才清醒，那不算出题。就是如果你在梦中的时候你就已经很清醒，那就是出题。我一般是那种就是特别累嘛，但是又想起来上个厕所，或者是说起来去看一下什么东西。可是呢，这个时候好像是那种就意识已经清醒了，但是身体的话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还没有清醒。然后后来就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景象，但是呢却没有是说能够以那种第三人称的视角能够看到自己。我看到的是其他的，就相当于那种梦境的那种梦幻的景象，但是也没有说看到自己的，这一次没有看到自己房间，就突然一下子像那个电影蒙太奇一样切换到了那个山谷，然后霓虹灯。对，就意识是清醒的，但是身体还没有醒过来，这种就是鬼压床之后转到出体的一种体验吧。啊，对对，这就是出体，就是你快要醒来的这种时候比较容易出体。啊，对，所以我们再继续，所以就是说有出体的人都是很多的，然后就是包括我们评论区里面很多那些高人，就是尤其是这几条，对，然后就刚刚那位 Vivian 的这位大姐，她接着说到了，她说有一天在慕尼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其他5个人都在吃，我一直郁闷不讲话，朋友问我怎么不说话呢？我说我说了，你不要怕，因为厨房里有个男的，寸头瘦瘦的，中等个子，眼睛大大的，一直在那里看着我们，好像是你爸。然后他说他爸爸，对，他说我爸2021年肝癌去世了，不过他是个胖子。他妈妈说不是的，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很瘦，因为疫情原因，他在德国没有看到爸爸最后的样子。他妈妈拿出照片给我看，我一眼认出了他爸爸就是那个在厨房的人，不过照片上是很胖，然后我身上一股一股的电流一样的能量，我当时特别晕。第二天我在花园冥想的时候，他爸爸来找我，让我带话给他们母女。后来我还发生了几次这样神奇的事情，我都是帮人给家人带话。然后2年前还有一次，我睡到半夜，忽然灵魂2秒钟被卷入宇宙，我身在星空里看星星。第二天起床以后特别的累，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问几个专业灵修很久的德国朋友，他们说他们每个月都有好几次。我好希望再次发生啊，但是一直没有了。我估计这一年身体不好，身体的能量不够支撑瞬间灵魂出体被卷入类似太空的地方。我现在就是冥想的时候，额头有一闪一闪的光，不过我11岁的儿子没有。有什么问题吗？对，然后这是这一段，他这个只是他自己分享他的一些类似的经历嘛。
对，然后你对他说的，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你看灵魂都找他帮忙给家人带话，说明就是一般就是愿意去分享，愿意就是无私的去帮助的，就是这些人他们灵性都比较高。包括就是上一次就是说哎，我不止一次听到博主说颈椎疼，然后后来还分享了我们一些就是怎么样来缓解颈椎疼的一些方法的，就是那位观众我也非常非常感激嘛。对，然后对，然后那你觉得他说的就是这些就这些画面嘛，什么看到了宇宙，看到了太空，就他这个太空是真实的太空，还是说那种3.5维，就是那种意识投射出来的太空？我觉得他想说的太空是出体之后的一个中间阶段吧，就是你出体之后往往会到一个类似于太空一样漆黑的地方，然后再比如说有这个一个屏幕出现，或者说有画面出现，声音出现，然后你再到你要出体的维度或者世界，就是它不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太空，他说的是出体当中的一个场域吧。对对，这是一个心理投射。还有1分钟。对，那我接着分享他后面那一段呢，就是他说还有在2000年的时候，就跟着慕尼黑的一个气功班练气功，结果没几个月，我忽然看到当时男朋友去世的爸爸坐在我们车里，当时还刚刚20岁的我无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异象，后来我就近20年没有再练过气功，然后这种功能消失久了。这几年为了强身健体，我又开始练了，然后这种功能又回来了。我现在不害怕了，因为身边到处都是灵修的德国人，可以交流学习。中国朋友里面几乎没有人信，我也不讲，不然他们会以为我是神经病。然后给了一个做鬼脸的表情。还有几秒了。你的分享的话，我们下期接着聊啊。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